大家好，我是 Klaus。在广大的华人圈子里，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共掌握着军队，人民连枪都没有，怎么反抗？所以像古代那种自下而上的革命已经不可能了。这种观点迷惑了很多人，很多反共人士也会去尽量避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今天通过这次节目，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还会谈到反共的时机是什么，以及时机到来的时候如何组织反共力量，同时讨论历史学上的一个最大的分歧，推动社会进程的到底是少数的精英还是大多数的人民，是英雄推动了历史还是历史造就了英雄呢？这期节目内容很多，但都是相互关联的，请大家有耐心的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上一期节目我们分享了我的反共主张，也就是做反洗脑和政治启蒙的教育。首先呢，感谢网友林森的留言，很典型的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第一，历史的进程是由英雄和精英推动的。第二，做教育和传播思想是无用功。第三，当下缺少的是行动派。这第一点呢，就是所谓的英雄史观，是整个历史学界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我们后面慢慢引出。先来说一下这第二点和第三点。这两点其实我们上一期节目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我们在这里再简单提一下。我所提出的主张，一方面基于理论，就像网友中华儿女和灰色鼠标一样，有很多网友都有策反过很多人，策反的人再策反其他的人，这在数学上就是指数型的增长，就会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否定这个主张意义的人，就是犯了一种归纳性逻辑错误。比如你不能因为跑步一次没有用，就说跑步这项运动没有意义。跑一次没有用，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跑50年，那你老的时候跟不运动的人的身体相比，肯定会好很多。不能因为说服一两个小粉红没有用，就说整个教育事业是没有意义的。一两个人做没有意义，但所有的人都做的话，就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基于现实，我相信看我们频道的人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上有高堂，下有妻房，不是说只有跟共匪拼命才是行动，只要戳穿中共的谎言就是行动。自己不行动的人指责别人没有行动，是居心叵测的。如果说我们观众朋友内有中共军区司令员，我绝不反对极端的行动，当然最好是斩首计划，不要伤害太多无辜。所以我说大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而为，如果你能力超常，当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传播真相，做反洗脑和政治启蒙教育，然后等待时机。那这个时机是什么呢？又什么时候会到来呢？这是我们上一期节目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先来通过历史分析政权的覆灭和更替。除去外部侵略等原因，一个政权从内部瓦解无非就是两种，一个是自下而上，另一个就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就是民变，自上而下就是政变。由于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高科技武器时代，枪炮等现代化武器都掌握在共军手里，所以很多人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已经彻底死亡了，进而产生了否定一切民主运动，做什么都是徒劳无功的观点。被这样的观点所迷惑的人，就失去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从此意志消沉，食欲不振，严重影响了整个华人社会的积极向上的健康氛围。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深度探讨一下这种说法。我先不做分析，我给你一个模拟场景。秦朝末年，秦二世骄奢淫逸，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怨声载道。这时候在他们反秦圈里有人说，现在已经进入冷兵器时代了，不是以前的石器时代，我们捡起地上的石头就可以反抗的。兵器都已经被秦军收走统一管理，就连菜刀都是好几户共用一把，所以推翻秦朝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现在做什么都是无用功的。这种观点在现在的我们看来是不是很可笑？因为我们都知道秦朝恰恰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我再说一次，民变和政变之间也没有绝对界限。我们能说秦朝是被100%纯粹的民变所推翻的吗？真的是一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跟拥有兵器的秦军战斗吗？肯定不是的了。百姓连菜刀都没有，怎么打？
农民起义只是一个导火索，秦朝的灭亡并不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拥有刀弓剑弩的秦军的对决，而是人民运动导致体制的瓦解。灭亡秦朝的刘邦和项羽都不是农民，刘邦是公务员，而项羽是官二代。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很多人可能会看不起六四，否定六四的重要性，但其实六四是一场政变，不只是几个学生闹一闹而已。学生运动是一个导火索，进而引发了一场在中共高层以赵紫阳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和邓小平作为军队的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一场政变。双方在当时都是有机会主宰改变中国命运的，虽然最后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是不能否定这场运动造成了共产党的一次亡党危机，和带给了中国一个全面民主化的希望。所以没有绝对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历史上的政变大多都是由民变推动的。如果一个国家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政变是很难发生的。就像六四运动发生的背景，就是当年全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学生借助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进而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所以当你带着非此即彼的眼光看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不管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绝对对立。因为如果把两者对立分开对比的话，历史上的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被推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实力都是相差悬殊的。所以说，因为中共掌握军队，人民没有武器，所以就认为中共不会垮台，人民反抗没有用的说法，和我们举例的场景，反秦的人连菜刀都没有，所以秦朝不会灭亡一样的可笑。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共会不会垮台之中分析过，一个政权的支撑是靠既得利益者和自认为也是既得利益者的小粉红组成的。以前50、60年代，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都没有反抗，是因为那个年代本来就没有什么既得利益者。中国人从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谁家没死过人？有几个吃饱饭的？就算是毛泽东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家人也几乎是死绝了，能跟现在人比吗？那个时候的人都是有见过身边的人被打死的、饿死的。现在的社会主体不一样了，都是多多少少有享受到全球化经济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吃过苦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中国现在在开历史倒车，当既得利益者，包括自认为是既得利益者的小粉红们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就是这个政权垮台的开始。人民的反抗意识会随着倒车的进程不断的增加，最终会因为某一群体事件而引爆，比如讨薪、上访、粮食危机、失业等等。等到这个时候，就需要像我们这样的有政治理念的人出来组织和引导，先在抗议人群中纵向发展，形成组织结构，团结和壮大，同时在横向上发动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随着抗议的力量和规模的扩大，慢慢的把要求从民生上升到政治变革的高度，最终会是一个由自下而上开始导致自上而下的革命。在真正的革命到来之前，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抗议，就像6·4天安门集会前、香港大规模抗议前等等，都是有过小规模的抗议。在前期的时候，要顺应民生要求，注重发展组织和人员的建设，一定要根据抗议的规模和局势的发展，灵活地提出口号和要求。过早地提出政治上的要求，不利于自身安全，也会让活动夭折。最终规模发展到中共维稳机构瘫痪的时候，就是可以提出政治变革的时机。随着中共历史倒车的继续，相信这个时机一定会到来。而在这个时机到来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传播真相和做政治启蒙教育。这种活动也是我们发展组织和人脉的机会，这些人脉都将会成为你在新中国的政治财富。这个反共的时机，也就是利用自下而上的形式推动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也同时推翻了因为中共有武器、中共强大，所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没有可能的这种观点。其实这种观点和英雄史观一样，都是源于对权力的崇拜。这样的人会陷入了反共的另一个极端，因为你期待的是中共能出来一个英雄、一个精英，能改变历史进程。这和古代的奴隶盼望青天大老爷、盼望下一个皇帝会更好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的历史上有500多个皇帝，每个朝代都有专门研究王朝兴替的学者，甚至是部门，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皇帝意识到这种中央集权家天下的弊病，后代中迟早会有个骄奢淫逸的皇帝来结束这个王朝？那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改变这种制度呢？就是因为没有社会的推动。所谓的英雄都只不过是人民推动的历史潮流中的最顶尖的浪花而已，没有海洋哪来的浪花？他们只是站在了历史的聚光灯下，被后来崇拜英雄和权力的人将光环都带到了他们的头上，而忽略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比如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包揽了改革开放所有的光环。其实在毛泽东死后，走资派重新掌权，改革已经是党内的共识，而且改革开放所谓迈出的第一步，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已经在各个地方偷偷的实施了，中央迟早都得批准。没有邓小平一样会改革开放，就像美国没有华盛顿一样是民主国家。首先，美国的民众基础本来就和中国不一样，到美洲新大陆的移民本来就是为了追求自由的开拓者，而且美国没有中央集权的基础，一直到将近100年之后的美国南北战争，各个州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加入联邦还是叛军，华盛顿根本就没有可能把美国13个州的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我再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英雄再厉害那也是人，号称西楚霸王的项羽再厉害，最后不还是兵败垓下，乌江自刎？他再勇猛，能单挑刘邦的100万大军吗？如果现实中的英雄是电影里的超人、美国队长、蜘蛛侠等等，有超能力能拯救地球，改变人类命运，那我就相信是英雄推动了历史，而不是历史造就了英雄。一个正常的社会本来就不是靠英雄去推动的，而且一个健康的体制也不会适合英雄的产生。英雄史观就是英雄崇拜，归根结底源于对权力的崇拜。在根本上和五毛的思维，台湾没有归属问题，只有谁拳头大的问题，枪杆子里出政权等等，一样的道理，属于带有中共思想的反共，是我们一直反对的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的一种。持有英雄史观的人自然也就否定人民的作用，进而对推广民主运动不抱有希望。我在节目一开始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看似并不相关，难免会让很多人感觉凌乱。但是为什么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都是从一个人的大脑里产生？那肯定就是有原因的。把看似不同的事物关联起来，就是一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好了，这次讲的东西比较多，很多单独拿出来都可以讲很久的。欢迎网友在评论区分享和补充相关的知识给其他的朋友们，有听得比较吃力的朋友们可以多看几遍。那我们下面进入更精彩的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分享了我的反共主张，也就是传播真相和做反洗脑和政治启蒙教育。网友李建林回复网友 CCCC 的党倒了会乱的说法，台湾的国民党就被民进党颠覆，台湾也没有乱，台湾就是党不等于国的最佳实例。当人民把党和国分开之后，政权倒了，国不会乱。网友 SenderShapeKey 说，也有人思想上不反共，行动上反共的，比如总加速师。说得对，要说消灭共产党最多的，非加速师莫属。网友郑凯仁回复说，能让香港觉醒，能让台湾觉醒，让欧盟觉醒，让美国觉醒，不简单。习主席是有卧底的感觉。网友普世价值信仰说，以前是小粉红，超级爱国，社交媒体头像都是红旗，每天必看新闻联播，但是学会了翻墙，立马醒了。这和策反了80个小粉红的网友中华儿女提倡的一样，教小粉红翻墙是很有效的方式。网友 Olegly Cassie 说，有本事就去做余茂春，没本事就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好了。正如网友花花明说，在这样的环境下，用自己的行为去改变社会，我们的力量很小，我们有家庭，我们也害怕被消失，所以我们就从身边的家人朋友开始，让他们了解历史，了解政府的本质和真面目。网友刁泰拳有话说，如果人大部分都能意识到中共的邪恶和错误，那他自然会倒塌。苏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很多网友包括 Celine D 说，谁曾经不是个小粉红呀？网友唐世民表示 Klaus 是个天才，一出生就知道反共了。最后呢，上一期节目我们全网公开征集了小粉红转变清醒的故事，我们收到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故事，
甚至还包括港澳台及海外的亲共粉转变的故事。我们会另外专门做一个故事集，把这些感人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就不在这一期节目里分享了。另外呢，我们需要征集20名自认为声音好听和方便录音的朋友们，为我们深情的朗读故事，男女不限，请加入我们的聊天群之后再私聊我。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